据伊利的家族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兰切斯科·伊利呢正和战友在军营里喝咖啡，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放下咖啡杯，来不及做任何解释，迅速地离开了军营，跑向远处的森林。半分钟后，一枚炸弹落下，炸死了里面所有的人。弗兰切斯科·伊利就是有一种直觉，这种直觉让他在一战前线中活了下来，并在1933年成为了伊利的咖啡品牌。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咖啡品牌频道。今天呢，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伊利，咖啡行业的领跑者。首先，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892年10月7日的匈牙利，特密斯瓦尔，亚诺什·伊利和阿洛伊西亚·罗斯勒的儿子出生了，并起名为弗兰切斯科·伊利。小时候的伊利呢，非常聪明，对数学很感兴趣，有着超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唯独呢，对父亲的木工事业不是很感冒。长大后的伊利在特密斯瓦尔学习经济学，毕业后他搬到了维也纳，并在当地的一家非常大的公司里做会计。时间就这样过去，如果没有一战的爆发，也许世界就无伊利这个品牌。这听起来呢，或许有些奇怪，但历史长河的发展往往就是如此的不可思议。这让我们不得不又说回到一战前后。1867年，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通过奥匈妥协，形成了一个双联邦结构的国家，即奥匈帝国。此时呢，奥匈帝国是中欧的一个主要强国，其领土呢包括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斯洛文尼亚以及意大利和波兰的部分地区。1882年，由德国、奥匈帝国与意大利组成了三国同盟。1907年，由法国、英国与俄国组成了三国协约。欧洲大陆已然分裂为两大阵营。19世纪末，被奥匈帝国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的很多民族主义人士呢，想要摆脱奥匈帝国的控制，想同塞尔维亚合并，组成南斯拉夫。对此，奥匈帝国呢试图阻止。于是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费迪南大公携妻子索菲亚对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进行特别访问。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奥匈帝国皇室和波斯尼亚的关系。费迪南大公来到波斯尼亚参加检阅军事演习，然而呢，这次军事演习却是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结果呢，这更加引起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人士的仇恨。6月28日的早晨，阳光明媚，早上9点50分，费迪南大公一行人乘坐的火车准点抵达了萨拉热窝火车站，并受到当地军政以及各界权贵代表的隆重欢迎。费迪南大公夫妇坐在一辆敞篷汽车上，汽车驶向市政大厅。大约在10点10分，经过埃佩尔码头时，一名刺客在路边突然对准大公的敞篷车扔了一枚炸弹。费迪南大公下意识地一挥手，将炸弹甩到车后，炸弹立即爆炸，并炸毁了后面随行的一辆车，伤及近20人，包括车队里的一名随从军官梅里斯少校。军警立即拘捕了数名嫌疑人，其中就包括19岁的投掷炸弹的嫌疑人内德里科·查布林诺维奇。费迪南大公夫妇的车并没有因为投掷炸弹事件而停下所有的日程安排，只是下令让他的副官去视察处理，而他自己坐的车于10点32分继续根据事先的安排开到了市政大厅。在结束市政大厅的欢迎会晤活动后，费迪南大公决定驱车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的随从。此时为11点多，但在路上，头车的司机拐错了一个弯，大公夫妇的车不得不在距离市政厅300米的地方慢下来掉头。而就在此时，一个年轻的波斯尼亚青年普林奇普跑上前，近距离地向费迪南大公夫妇连开2枪，普林奇普当场被捕。11点半，萨拉热窝全城的教堂钟声响起，官方宣布费迪南大公夫妇遇刺身亡。这就是著名的萨拉热窝事件。这次事件让奥匈帝国强烈谴责塞尔维亚。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俄罗斯帝国以对塞尔维亚的保护责任向奥匈帝国宣战。直到8月4日，除了意大利王国仍保持中立外，德国、
法国、英国呢纷纷按照盟约宣布参战，于是呢一战爆发。如果费迪南大公头车的司机没有拐错一个弯，或许战争就不会爆发。而此时的弗兰切斯科·伊利只有22岁，战争呢让他不得不离开家，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1915年4月，保持中立的意大利突然倒戈。意大利原本呢是三国同盟的这个成员，但是由于意大利与奥匈帝国之间存在着尚未收复的意大利问题，开头我们讲了，奥匈帝国的版图里包括了意大利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最终意大利加入了协约国方，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同年6月到1917年的11月，意大利战线东部的伊松佐河发生了一系列战役，这里也是尚未收复的意大利的主战场。于是呢，弗兰切斯科随军队来到了意大利。2年多的时间里，总共发生了12次冲突。战争中，意大利方面呢有110万士兵死亡，奥匈帝国有50万士兵死亡。弗兰切斯科·伊利却奇迹般的从恐怖的战争中幸存了下来，甚至呢因为很多的英雄事迹获得了很多的奖励，并被授予银铁十字勋章、同志勇敢勋章，并晋升为中士军衔。2年后，意大利东北部战线的战争在雷亚斯特结束。雷亚斯特呢是意大利5个特殊大区之一，弗留里威尼斯朱利亚的首府，这里是当时咖啡生产和流通的大本营，无数品牌呢从这里开始征服世界。早在1800年代，就有66家咖啡企业在这座意大利港口城市注册。1918年，一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和匈牙利成为独立的共和国。意大利呢也收复了曾被奥匈帝国占领的东北部大区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1920年，战后经济逐渐恢复，不想再做会计员的弗兰切斯科·伊利想到了雷亚斯特这座咖啡之都，于是呢来到意大利雷亚斯特闯荡。伊利在当地的一家咖啡店工作，并在这里遇到他一生的挚爱爱尔兰裔钢琴师维多利亚·伯格，并很快的与他结婚，并有了2个孩子。弗兰切斯科·伊利后来又在从事可可和咖啡烘焙的公司找到了新的工作。他发现咖啡豆很难长时间的保持新鲜，而顾客想要的是咖啡豆即使过了很久也依然能冲出香气扑鼻的咖啡。善于思考的伊利发现，在其他领域被广泛应用的真空包装技术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案，能够锁住咖啡豆的香气，并让它保持更久的新鲜度。在经过很多次的实验后，他最后决定用氮气代替密封包装里的氧气，并与当地的咖啡制造商华斯布兰特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1933年呢，伊利在里亚斯特正式创立了伊利咖啡。1935年发明了第一台用加压水代替蒸汽的自动咖啡机伊莱塔，它也被称为当代浓缩咖啡机的前身。从造型上看，伊丽塔呢是一款很前卫大胆的作品，既有工业美学的现代主义风格，又带有蒸汽时代的影子，更是以新的技术为浓缩咖啡带来口感上的一次飞跃。伊丽塔呢也为弗兰切斯科·伊利带来了财富和名声。2024年1月的雷米尼展览中心中，时隔90年，伊利公司展出了全新的伊莱塔。新款伊莱塔保留了前身标志性的垂直桥形设计，而内部的技术革命在于具有即时加热技术系统，而伊莱塔随时准备以微妙和渐进的方式分配咖啡和蒸汽以及不同温度的热水，去除了与加热相关的等待时间。与目前市场上带有锅炉的普通意式浓缩咖啡机相比，节能高达 50%。 目前新款伊莱塔仅在意大利市场销售。随着咖啡浪潮的冲击，作为咖啡重要港口的雷亚斯特自然是整个咖啡行业里的领军地。1939年，伊利通过瑞士的第一个海外基地开始向欧洲扩展市场。然而呢，1939年的9月1日，希特勒的军队跨过波兰边界向东挺进。2天后，由于英法等国要求德国撤军无果，又一场欧洲大战就此爆发，最终演变成了第2次世界大战。由于战争爆发，伊利的扩张脚步被迫停止。好在整个战争呢，并没有太多波及到伊利的家庭和事业。1947年，伊利公司的第2代掌门人
22岁的埃尼斯托·伊利在波罗尼亚大学主攻化学专业。波罗尼亚大学呢是世界上持续运营的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可追溯于1088年创立。波罗尼亚大学在中世纪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领域发挥着最核心的作用，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的人才，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也可以说呢，在推动世界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往远了说，有尼古拉斯·哥白尼、米开朗基罗等；近代呢，有恩佐·法拉利，著名的意大利赛车手。埃尼斯托·伊利走出校门的那一刻，也预示着伊利扩张的时代到来了。埃尼斯托·伊利毕业后，立即加入了伊利公司，并协助他的父亲 Francesco 伊利管理公司。1956年 Francesco 伊利去世，埃尼斯托·伊利正式接管公司，并在1957年组织了伊利实验室，专门研究咖啡豆及浓缩咖啡的品质。专家们在实验室对来自各个产地的咖啡豆进行彻底的化学和感官分析，在雷亚斯特的工厂里使用光谱分析选择最优的咖啡豆。1982年，伊利为这种数字化的咖啡豆分选机器申请了专利。该机器呢，通过拍摄咖啡豆的形状和颜色来确保咖啡豆的质量。该分选机呢，每秒可处理达1.1万克咖啡豆，剔除掉任何可能损坏整批咖啡豆的瑕疵豆。一杯咖啡呢，由大概50颗咖啡豆组成，那么伊利的咖啡豆都要经过114种质量检查。1974年，伊利制作出浓缩咖啡包，这是市面上第一个单份计量的浓缩咖啡包。小小的一包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制作浓缩咖啡。1992年，由艺术家马特奥屯设计的著名伊利咖啡杯诞生。伊利并发起了美丽的历史活动，以白瓷杯表面为画布，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合作，设计了很多拥有收藏价值的浓缩咖啡杯。发起至今，已经与128名国际著名的艺术家合作。1996年，伊利和美国传奇波普艺术家詹姆斯·罗森奎斯特合作，创作了伊利的新标志。在詹姆斯·罗森奎斯特的笔触中，展现出伊利咖啡对品质、对生活理念的个性表达。在埃尼斯托·伊利掌管公司的几十年间，伊利不仅走向了全世界，更是对咖啡和浓缩咖啡领域的发展推动起到了关键作用。埃尼斯托·伊利在咖啡行业内备受尊重，并在1994年被授予意大利工业骑士勋章。这个勋章呢，是由国王维托里奥·艾马诺埃里埃三世于1923年创立。该奖项只为授予那些在农业、工商业、手工业有杰出贡献的人。埃尼斯托·伊利还参与建立了国际咖啡科学协会的成立。国际咖啡科学协会呢，简称 ISIC， 一直活跃于咖啡生产农学、化学、生理学等领域，至今呢已有58年的历史。关于 ISIC 呢，我们以后会找时间单独的聊聊它的故事。1997年，埃尼斯托·伊利被美国精品协会呢授予终身成就奖。伊利的第3代掌门人安德里亚·伊利是埃尼斯托·伊利的儿子，出生于1964年，毕业于里亚斯特大学，并随他的父亲一样获得了化学学位。毕业后的安德里亚呢，并没有立即加入到家族企业，而是在米兰波克尼 SDI 和哈佛商学院呢继续攻读管理课程。1990年，他才加入到家族企业，并担任质量控制部门的主管。他在研究了日本对咖啡最佳质量选择标准后，安德里亚重新制定了全面的咖啡豆质量标准。该标准呢，为伊利公司和整个咖啡行业起到重要作用，并沿用至今。1995年，安德里亚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同年，伊利再次进军咖啡机市场，推出了复古家用胶囊咖啡机伊利 X 7.1。1年后呢，安德里亚与其他化学和农业专家共同出版了一本名为《浓缩咖啡品质的化学》，全面涵盖了浓缩咖啡化学和技术现状，包括农业、生豆加工、烘焙、研磨、包装、渗透技术、脱咖啡因技术。可以说，对于在咖啡行业工作或进入咖啡行业的食品研究人员、食品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来说，这是一本必看的书籍。1998年，在安德里亚的推动下，伊利成立了咖啡大学，
旨在呢向世界各地发展、维护和传播咖啡文化。在咖啡大学的官网中，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很多既专业又有设计感的课程，例如咖啡香气，课程内容包括17瓶香水、17个小瓷罐和一本对咖啡香气世界的生理和化学问题进行剖析的科学书籍。这些香味呢是由调香大师洛伦佐丹特费罗独家调制的真正香水。16款香水再现了伊利实验室鉴定的咖啡香气。目前最近的课程在2024年的5月7日，地点是在伊利的总部里雅斯特，为期3天。课程中呢还包括参观伊利工厂。时间来到了21世纪，随着第3波精品咖啡浪潮达到白热化，人们对咖啡风味的需求已经远远大于任何时候。即使有更先进的采摘技术，为了消除劣质咖啡豆进入购买批次的风险，伊利呢始终要求原产国采用手工采摘来确保咖啡豆的质量。伊利与咖啡种植者始终建立直接的联系，以保证最高品质的咖啡。如今的伊利咖啡品牌有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咖啡豆的拼配咖啡，不同的烘焙度以及研磨度用于不同的设备上，创造了9种优质的阿拉比卡拼配豆。有经典的中度烘焙，口感完美平衡，带有焦糖的味道；有浓郁的深度烘焙，充满可可和坚果的温暖香气；还有经过专门精准烘焙以突出黑巧克风味的巴西豆。2008年，伊利公司与可口可乐合作推出即饮罐装咖啡，可以随时随地享用，口味众多包括咖啡、无糖咖啡、卡布奇诺、拿铁以及摩卡等。2015年，伊利作为米兰2015年世博会和国际咖啡组织的官方合作伙伴，组织了一项特别的活动 Coffee Coaster， 也就是咖啡集会，吸引了超过1300万人来参观。此外呢，伊利还向全世界范围推出了埃尼斯托伊利国际咖啡奖，以此鼓励优秀的咖啡种植者。2016年，随着新兴市场的推动，阿拉比卡咖啡豆需求不断的增长。阿拉比卡树种对于干旱、过量降雨度的敏感使得很多的种植者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这使得咖啡生豆的全球库存进一步枯竭。安德里亚呼吁制定一项全球的行动计划，以应对阿拉比卡咖啡供应面临的威胁，包括分享对更能抵抗疾病和干旱的品种的研究。在路透社的采访中，安德里亚表示气候变化可能会限制阿拉比卡咖啡的生产，因为咖啡豆的种植对温度微小变化和水资源的变化非常敏感，干旱可能会损害阿拉比卡咖啡的开花，而过多的降雨会增加叶锈病等疾病的风险。几年前，叶锈病曾在哥伦比亚和中美洲肆虐。咖啡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作物。自1933年成立以来，伊利公司在咖啡行业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伊利不断追求进步的创新精神和始终如一的优秀品质，是其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见。